这里是贵州的大山深处，这里是贵州安隆县的山村里，这里也是贵州与广西的交界处。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位80后的小哥在这个大山深处独自养山羊的故事。可以看到，他的房屋就处在一个悬崖绝壁之中，房前就是万丈深渊。为什么小哥会选择居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养山羊呢？下面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故事。我们在这样，我小金，然后我们在这养羊们都有10多年了嘛，08年的时候都来这边养羊啊、牛啊这些了嘛，一直养到现在了嘛。你今年多少岁了呢？30岁了嘛，我31了，我89年的31岁了。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这里放羊呢？因为怎么说呢，那时候出去打工也艰苦得很咯。那时候出去打工，哎呀，主要想到的还是出去，这种是牵挂老的。那时候08年嘛，08年虽然还小，一出去打工的话，老的也在家，又望到老的辛苦嘛，也不忍心出去。但现在老的真的老，我们自己也不想出去嘛，娃娃儿也还小呢。也在这边养羊啊，这些呢还是勉强维持到一个家庭的生活嘛，也是在跟到之前老的在这外面在将就，现在继续向我维下去噻。你们家就在住在这里吗？没有，这一点只是说喂羊啊这些嘛，这点了嘛。老家的话，老家还离这里远。那你老婆平时来这里不的？很少，因为她在家里面带娃娃儿啊，些嘛，她都很少下来，只是说星期六啊、星期天啊，些嘛在底下有那种我忙不开的，些嘛又喊他们下来帮我守到点把羊子啊，我又能去做其他的那些个。但是平时的话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下边。现在你父母在这哈？老的没在了嘛，老的完全都是在家里面了。不给他们下来了，因为他们下来的话也恼火得很啊，也是在这里苦多年没恼火都是在家里面了的。你不亲自养了有羊子吗？不亲自养羊吗？你们为啥不养一点牛的？养牛嘛，之前老的在的时候倒是都养，但是呢，现在我的话嘛，我说人简单一点好，因为像当时我被喂牛喂羊啊这些的话，他又要望牛又要去望羊的话，都恼火得很。们都忙不来，人也要劳累一点，所以嘛，我现在我就是单一的喂羊嘛，人要少劳累一点啊。像你这样养羊，一年的收入大概有好多呢？收入这个嘛讲不定，如果说好的话嘛，一年羊多啊，管理好的话嘛，价钱高的话嘛，一年是18万啊。得到18万、7、8万，些如果不好的话嘛，还不是只得个30万，些着。但是呢，你觉得18万的话都很少，18万的话在底下好像都没见过18万哟。那你对你现在的生活满意不呢？哎呀，也可以了嘛，因为我只有这种能力，只有这种地步嘛，我感觉也可以了。因为你要想都是想要多，就是嘛，只有这种能力嘛。你觉得这个是打工好呢，还是现在的这种生活好呢？我的觉得的话，应该打工也有打工的好处，然后这个也有这个好处吧。但对于个人的话，我还是想到像这种喂养好点，因为打工嘛，一家客的肯定不可能，那么就是小孩啊这些都要在家里面自己又出去打工呢。然后
那时候都牵肠挂肚，小娃娃儿也牵挂，也想老的想父母，然后比如像我们出去作为父母的一出去，没在外面想到娃娃儿这方面，所以嘛，哎呀，反正喂养喂这一点嘛养啊那些都维持到生活嘛，所以宁愿在家里面稍微好像要好一点。他的小孩现在多大了呢？小孩大了，我们都有6岁多，将近7岁了嘛。小了，我们还才2岁多大。那两个小孩，是两个小孩都是男娃儿还是女娃儿呢？2个都是男娃儿啦，恼火得很了。啊，幸福了。哎呦。停 ！Touch！ Yes！ Touch！ 听完了小哥的自述，让我们不禁感慨，生活里没有谁是容易的。虽然这里的环境看起来宛如与世隔绝，就像是大家心目中所向往的世外桃源一样，可这背后的艰辛，谁又能明白呢？这已经过了10多年的坚持，每天都是与羊为伴，从早到晚，身边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，这绝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。或许小哥就是这样坚韧不拔的精神，不想太远离家人，才使得他能在这深山默默地坚持了10多年。我想这就是我应该学习的精神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感谢你们的支持与观看，这期小雪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